准备好了吗，孩子们？是的，船长。开小声喽！是的，船长。哦。大家好，我是大发，欢迎来到大发长乐阁。Hello。不知道大家呢是否有喜欢欧美的动画特别是带有喜剧成分的那种，常常用荒谬的发展带给你不同的笑点，大发非常喜欢那么在桌游界中呢，是否也有一款桌游能代表这样的幽默呢？有的就是大发今天要介绍这款不能只有玩到的桌游——银河卡车司机。银河卡车世界的幽默呢，从标题就能稍微嗅到味道你看银河想到银河呢，大发一开始会想到呢是高来高去、专有名词乱飞的科幻桌游，不然呢就是加入一点美式要素，变成尔虞我诈、彼此欺瞒的银河帝国史诗故事但接在银河这个词下面的却是卡车司机没错这个词也跳得太远了吧？怎么联想得到呢？正当你一脸狐疑，就让我们打开盒盖一探究竟吧。银河卡车司机的游戏机制呢，可以简单分成2个部分：一、组装；二、飞行。首先呢，我们先把组装飞船的零件呢堆成一座小山，然后搞笑的部分来玩家要用单手从这堆零件垃圾堆中挑出你想要的，把它放到你的飞船板块上组成飞船。这个组装的部分呢，居然是使用实时机制。好啦，可能有人要问，什么是实时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真实世界的时间也是游戏机制的一部分。大发有收藏了一些这类桌游比如说呢，带着同伴逃出被丧尸包围的城市，逃离僵尸城，或者是电玩风格的弹幕游戏，弹丸甜心，都是利用限定的真实时间，让游戏有其他桌游无法比拟的刺激和压力好啦，等到沙漏中的时间过完，你的飞船看起来再怎么随便都还是要起飞送货的。这就来到了游戏的第2阶段，飞行你在银河中呢，会有各式各样的遭遇，有辽阔无边的太空啊，有行星等着你载货啊，也有不明原因的飞船，烽火连天的战场，对你货物垂涎3尺的宇宙海盗，和根本不长眼来自宇宙大意志的陨石。相较第1阶段实时机制所带来的压力，第2阶段的飞行呢，比较像是运气决胜负你好像只能诚心祈祷能安稳的度过危机，最后千里迢迢顺利的话，终于抵达终点。这时候就要看玩家的先后顺序、载送的货物以及飞船团体完整度给予分数当然啦，也有可能飞船破损不堪，导致保险理赔的部分就超过了得分，扣分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你根本无法抵达终点，只能在太空中成为漂流的陨石。哎呀，这真的也太浪漫了吧！说完这个游戏机制，说大发个人感想吧。在第1阶段的拼放飞船中玩家可能以为在实时机制下，规则一定比较简单好上手吧？错了在银河卡车司机，设计师可是很认真的设计各种载货、船员、加农炮、引擎等等等等的拼放机制。你以为随便抓几个零件拼上去就可以了不是你的管道有没有接好，外观是否平整好看，这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的得分。所以谨慎的拼放吗？虽然很啰嗦但这是实时机制的游戏没有时间斤斤计较了。而主要由运气主导的第2阶段，其实也有顺位上面的考量顺位越靠前的飞船就担任着领航者的角色，有好处呢，当然先蹭，比如说运到行星，领航的玩家呢就能先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货来载。
有坏处的话呢，当然也是先当哦。海盗来的时候是按照顺序一路抢过来，说也好笑哈。如果前方的玩家呢不想要独占被海盗洗劫的愉悦，也可以故意平手，让海盗继续抢下去哦。所以有些玩家为了不当出头鸟，宁可晚一点出发，贯彻老二哲学。但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消耗玩家一定的天数。简单来说，就是往后的空格数了。这就会让银河卡车司机的顺序不断变化，十分有意思。这些冲突的游戏设计呢，其实就是游戏的荒谬来源。跟大巴一起玩的玩家不断的吐槽游戏设计中的矛盾啊、冲突啊、不够完善等等等等。大巴也有同感想着可能是哪个新手设计师的练手作品吧。结果最荒谬的部分来了，银河卡车司机居然是 Vanenda 所设计的。这位设计师是谁呢？他设计出了历史巨轮、复杂度高达 4.44 的深度策略桌游，在 BGG 全桌游排名高居前20，至今仍然是文化发展背景、卡牌驱动的经典巨作。大巴原本认为银河卡车司机上规则的不成熟，现在全部都要翻盘评估了，所以就会反转导出另外一个思路。银河卡车司机会不会是 Vanenda 这位设计师拿来开玩笑的一款桌游，而且是对喜好策略的玩家一个又大又荒谬的玩笑呢？你看嘛，你要说这款呢就是好上手的派对游戏，但组装飞船的细节十分详尽，而且能自圆其说。飞行阶段呢，想要把一切胜败都归给运气，但顺位轨就妥妥的摆在那里，引诱着策略玩家来做些什么。当然啦，就算你机关算尽，飞船组装好，顺位轨弄好，但突如其来的陨石也能把你所有的盘算一哄而碎。这时候玩家能做什么？就只能笑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款美术风格呢，有点像大巴曾经玩过的缺氧一样，有点荒谬，有点讽刺的美术，实战不能说好看但就跟设计师一样，大巴也去翻了美术设计的其他作品，机密代码、太空警报，其他美术看起来都是美观许多会不会这个桌游组成的玩笑呢？美术设计师也推了一把。最后啦，回来桌游本身。大巴在这次游玩的过程呢，每一次飞船都在半路解体没有一次安然回家的。如此残忍的结果，难免有徒劳无功的感觉。但大巴其实越玩越觉得讽刺和荒谬，心想这款桌游真的很有意思但就像地狱梗玩笑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玩笑。有些人玩过以后呢，想要给这款桌游一个 Fan Game 标签我觉得也不难理解啦。大巴自己也不知道这款桌游呢，应该是前段班的8分，还是不小心浪费钱的3分不过说个好处这款真的蛮冷门的，这么大盒，大巴用不到1000块就买到了，超级划算。而且如此独特且分歧的体验，还真的是一言难尽。所以这款桌游真的不能只有我玩到啊！欢迎各位自认心脏强的策略桌游玩家，想要被开个玩笑吗？那一定要来试试看这款银河卡车司机。说到设计师Vanenda的作品大巴还对魔法骑士这款超有兴趣，但有点繁中洁癖的大巴真的很想玩玩看繁中版本真的没有上次的可能性吗？好啦，碎碎念到此为止，感谢你们的收看，大巴常可，下次见，拜拜。